说你现在的体悟啊，例如说你练拳，我们不一定要讲点这件事情，但是我们就是说，你可以体悟说你最近，例如说你应用在形意拳上或者其他的拳种上，你觉得内劲可以怎么样使用？内劲，好，内劲一般来说，我觉得内劲它是最基本的东西。是你如果要练到太极他们讲的松散通空的最后的状态，你要舒服，对，其实内劲还是要先练，因为你没有内劲，你就没有等于没有内功。它算是基本功啦。那你基本功有了，你再去走到舒服的空间。那你的建议是说，例如说我们要练内劲，因为有很多人他不懂内劲，那我们要练内劲，你觉得要从哪里入门？例如说，我们是不是要从身体的放松先找到，或者说人家所谓的筋膜放松这些的？对，然后才会去考虑练劲。对，都是差不多通的。你肌肉、筋膜，最后通过结构我们摆正，那你的劲就有可能会通了。劲通了，你再用意念嘛、想法去控制它，都是在操练啊。我觉得先操练你的意啊，先操练你的身体，你才有这边训练好，你才有机会走出去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们这样子讲哈，是不是师兄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的身体其实就像一个身体的一个管路，但是你这个管路先摆好，先放松好，能量在里面可以运作，然后我们可以透过意念去驱使这个能量的运作，要从地来，要从丹田来，或是从各个位置上来。对。但是前提还是要先从身体的放松先着手，与找到结构先入手嘛，应该这么说。对我自己的走过来的体感是这样的。是，那你如果说我们直接先从一开始松，就从外面开始好了。对，那可能会听进的人，我们彼此可以做得到。但是如果对方是不听进的，那可能你就会挫折嘛，会影响你后面的练习。是，所以其实我们在练习的过程里面，一定最好有一个 partner， 因为一个人是会畏的，对，是要给一个持续的力量，你让操作人去操作他想操作的，对，然后慢慢去熟悉那个类似打击感，应该怎么说？或者是你要找对老师，会听进的老师。你除了拳伴之外，你要先找对老师，先让他可以听，是，你才不会做错的东西出来。那你错了定型了，你就白练了。而且这个东西是基本的，你基本的没有基础，对，你后面先学没关系啊。可是你这个东西你还要回过来再补，对啊，是，该走的道路还是要走啊，对，不然他还是会。我自己现在的感觉是所以师兄，我知道你对刀的运用跟武器上运用比较厉害，因为你是所以你可以，例如说你比较喜欢刀，所以你可不可以示范一下？例如说，你是现在最近讲到形意拳的劈，你用手做，跟你用棍子把它当做刀做的感觉会是什么？是。那请师兄你做做看，就是好，那我现在你要做劈嘛，我们做劈嘛，对。那你可以做很多种做法，看你有什么。好，那我们先从刚开始讲的，从内劲开始做好，这是基本的嘛。是，对，你看内劲这样好，这样过去，这是一个劈的，超强，因为这是身体的力量，身体的。一般你正常人做是这种，他会堵回来，对不对？我怎么劈？只是指着你手腕啊。是。问题我们从身体去做，对，然后接好你的虚灵顶劲，然后就可以走了。对，这个很强。对不起，没关系，把爆的头发打乱了。不好意思。那如果说我们是接身体是这样，那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舒服了，不要那么局限在身体了。对，好，我们就做好这个，那是我们更舒服。所以我们刀子拿到就是放松，就是这样而已。我现在甚至的感觉就是只有那把刀。就是刀而已，其他我就刀落就一个落，对，那个义也是一个义，对，就是落，就是义而已，凡此皆是义。最后，我觉得全经讲的很对，最后练到后来的感觉，凡此皆是义，义在先，都是对的。义没有在先，就利在先。对。好，那所以你用一下棍子来做一下，你拿刀的时候的体感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内修好，那我们先假设它是一把双手刀好了。好，我们正常一般人拿刀这样打下去之后，你看这个是正常的，对，这是正常的。你会觉得好像撞到某个地方就到地板了。是，对。但是我们现在
我们一样还是先从身体开始好了。好，对，这样。好，那虚灵挺进，对，就这样放出去。对，这是身体。对，身体会这样。但是其实我们实在来说，刀的话，其实我们就是劈出去了啦，很少会去。这个只是在做检测的力量。没错没错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不要管身体的事情了。对，就是。说到这个更强，这个更强，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感觉。但是这还是测试啦，我觉得这是彼此的听进来。我们真的如果是说好，我真的要打击一个的话，对，那你要接好，我可能就是直接只有这样下去，对，那我就是很舒服的放这件事情。是。那挡不挡到？其实不在我考虑的范围。对，因为我挥完了，我是做完了，我就是完整的把这个动作做完。对，那这个在 P 上面来说才会是好。那比方说我做 P， 我们把它做在身体上面好了。对，我们做短一点。好，那我做成这样，做这样微微的打击好。你稍微抗一下。好，抗一下。我如果做身体的，这样，对，是这样子进去。是。那如果我用这刚刚都是 P 嘛，是这样掉下来。对。啊，如果是这样，对不起，这没关系，对，就是大概是这样的。是。那如果我们把它打击在 P 上面，对不对？我做好，我们如果是丹田的话，就这样 P 出去。那你用丹田 P 一下。对啊，丹田，好的，我们还是接触的这样走。对啊，丹田就是这样走。这个比较有一点直接放进来，对，直接放进去的那个瞬间。OK， 理解。这是 P 啊，对，那还是我觉得它还是要表现在兵器上，它会有它的味道，对啊。就是说，其实我们讲内劲其实是武器的延伸，也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在打架，其实没有人在空手的。对。所以你如果拿到武器，你怎么把你的能量或者是所谓的劲可以延伸到武器身上？对。然后可以达到所谓的那种粘黏啊，或者是控制啊。对啊，那或者是说，我们比方现在粘黏好了。是。因为我还是觉得内劲这个东西，它是在为了兵器服务的。是。那我们现在比方我们两个交剑，这样子吗？对，我们两个接触了。对。因为兵器这个东西很奇妙，就是我要砍你，你就一定会过来。我一定会过来。那我们两个就黏住了。对。那这时候你看啊，如果我们在做比较放松的事情，你就会感觉到，那我就有很多位置可能性，这很恐怖哎。对，好，再来。但是你看，如果我们现在我这把刀，你也刀，我们两个架住了，那你看我现在我现在就是一般出力在跟你聊，好不好？对，你就会听到很多。是。那我们两个可能就僵持在这里，互相就在那边拼。是。最后可能靠这种，对，然后靠这种套路来走。但是问题是，现在如果你很放松的过去的话，那我们就有很多可能性可以可以走这个变化。那套路里面就好，我换一支短的哈，我们就比方把它变成是剑哈。这个吗？中国剑对。那我们就有很多可能性会出现。就比方剑嘛，我们一样还是搭到。对，搭到。对，好。那你看，我现在做的就是这个，你会听到，但是没这个东西。没有了。对，那剑是不是就可以开始？剑诀就会自己出来，对啊。你没有了呢。剑诀就对啊，所以剑是不是就很恐怖？完全没有这个东西。没有那个东西了，对，再做次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我就想要进去了，对。这个看起来就很恐怖。对，它会比较有压力，因为其实我是放松的在做这件事情。那武术到后来，我觉得就是太极讲松散通风嘛。你看我在做松。对。那这个也是要训练的。哇，好，谢谢师兄，这个太棒了。谢谢师兄，谢谢。